我是陆家失踪18年的真千金。我重回家门的那一天，假千金陆安安花容失色，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，她是被我吓到了。毕竟是她亲手打碎了我的头盖骨，眼睁睁看着我断了气，又吩咐人把我扔进鱼塘的。她没想到1年后死了的人又回来了。我是被陆先生，也就是我的爸爸亲自领回家的。作为合作公司最有潜力的实习设计师，明晃晃顶着一张和陆夫人神似的脸，他一眼就确定我就是陆家失踪了18年的小女儿。当然，他还是谨慎地做了 DNA 鉴定。结果出来的那天下午，我就作为一个惊喜出现在陆家。陆夫人看了我一眼，愣住了，嘴里喃喃地试探了一声“微微”。站在我身侧的陆先生红着眼眶点了点头。嗷的一声，陆夫人扑了过来，把我抱了个满怀，颤着声直喊：“微微，我的宝贝呀！”一旁的管家爷爷也激动得直掉眼泪。楼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在楼梯口的位置声音顿住了。我慢慢抬起手，回抱住陆夫人，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然后抬头向着楼梯口的身影直直望去。穿着睡裙的女孩一脸震惊，在看清我的脸的那一刻，脸上瞬间失去了血色，眸子里尽是慌乱。妈妈，她的声音不大，搂着我的陆夫人还是听到了，瞬间松开了抱着我的手，转身向着女孩柔声说道：“安安，快来，这是你的微微姐姐，陆安安，陆氏夫妇收养的女儿。据说是我2岁那年被人偷了后，陆夫人思女心切，精神一度出现问题，陆先生无奈收养了一个年岁和我一样大的小女儿，自此夫妇俩就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精心养着。而那个丢失的孩子，他们找了2年后了无音信，谁都不再提起。如果不是我与陆夫人神似的脸引起了陆先生的注意，估计我永远都回不了陆家了。”楼上的身影没有动，我上前一步，抬头向他伸出手：“安安，你好，我是陆之薇，终于见面了。”那双小鹿般的眼睛里恐惧一闪而过，然后蓄上了满满的眼泪。他缓缓抬步，却一不小心踩空了楼梯，狠狠地摔了下来。“安安，安安！”身后响起2声惊呼。我被大力撞到一边楼梯的扶手上，生疼生疼的。看着亲生父母聚在陆安安身边，焦急地询问哪儿痛，完全忽略了我这个亲生女儿。我不禁苦笑一声：“陆之薇，你还真是透明的彻底。”一旁的管家爷爷安慰我：“大小姐，你刚刚回来，先生夫人还不太适应，慢慢就会好了。”真的会好吗？血缘关系真的能打败18年的朝夕相处、呵护疼爱？我没那么有自信。不过我也没那么在乎，毕竟我回来志不在此。陆先生送家庭医生离开的时候，我正欣赏着客厅里的照片墙，一家3口，18张照片，每一张照片彰显着母慈父爱子孝，张张里面都是陆安安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陆先生站在了我身旁。“安安还好吗？”我礼貌询问。他扭头深深看了我一眼：“微微，对不起，刚刚忽略了你。安安只是有点不太适应，这么多年，一直是他陪在我们身边。你要体谅他，以后你们就是姐妹2人了。体谅他，明明是他享受了我的父爱母爱，怎么听起来像是我欠了他一样？”我的心微微疼了下，18年未见，单凭一点血缘关系，我原本也没有太大的期盼，可看到他们的反应，听到这样的话，我还是忍不住难过地低下了头，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情绪。陆先生拉过我的手，拍了拍我的手背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微微，你是爸爸的亲生女儿，陆是早晚要交到你的手里的。安安，她永远只是你的妹妹。”我红着眼，感动地点点头，我知道了爸爸，心里却是忍不住嘲讽：陆氏，谁稀罕？而且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。陆安安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坐在窗前悠闲地翻着书的陆之薇。
他还没从那阵惶恐里面走出来，甚至在再一次看清他脸面的时候，手还是忍不住颤抖。太像了，长得像，神情也像。在陆安安的记忆里，陆之薇空闲的时候就喜欢坐在窗前捧着一本书细细品读，眉宇间舒展的神情也一模一样。可他知道，眼前的这个女人不是真正的陆之薇，真正的陆之薇已经被他弄死喂鱼了。1年前的某天，他突然晕倒，醒来后脑中多了一段梦境。梦中，陆家真正的千金陆之薇回家了，她分走了父母的疼爱，夺走了未婚夫的目光，凭借着过硬的专业知识，在事业上大放异彩。短短2年间，陆氏成了陆之薇的掌中之物，而她这个假千金，被陆之薇的光芒打到了尘埃里，所有人眼中都没了她。她想夺回那些人的喜欢，却被心怀不轨的对家引入歧途。吸毒丑闻被曝光的那一刻，她生无可恋，劫持陆之薇上了楼顶。从楼顶跃下的那一刻，她还在想，如果陆之薇从来没有回来，该多好啊！她永远都会是陆家的小公主。刚开始，陆安安对这段记忆不以为然，也许只是一个梦呢。她知道养父母丢失的亲生女儿叫陆之薇，可从他记事起，他们从来也没在自己面前提过这个名字。陆之薇怎么会突然出现呢？可是这个梦如此真实，就像是他真正过了那么一生。万一……他忍不住找了私家侦探，他记得梦中那个陆之薇说过，他之前的名字叫金来。当私家侦探拿着他找到的照片给陆安安看的时候，他的整颗心都站立了起来。照片里的女孩躺在病床上，对着镜头比着 V 字，美丽大方，嘴角噙着自信的微笑。梦里，她微笑着夺走了他的一切。真的有金来这个人，真的有陆之薇。按照梦里的时间，1年后，她就会成为真正的千金，回到陆家，命运的齿轮就会按照梦中的轨迹转动。不！陆安安心里发出一声怒吼，她不要！既然老天给他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他这一次一定不能让陆之薇回陆家。他要把陆之薇所有的可能性全部抹掉。于是，在那个下着暴雨的夜晚，他带人带走了她。他冷漠地看着陆之薇茫然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再不见梦境中明艳镇定的样子。真好啊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他毫不犹豫地挥舞着手中的石头砸了下去。他等了好久，等着他慢慢断了气，等着他身下浮出一片片斑痕，等着他凉透了。处理了吧，死不见尸。陆安安一句话，陆之薇的尸体被推下了鱼塘。深不见底的私人鱼塘，没人去查探里面都装了些什么。从此以后，没有什么真千金、假千金，陆家只剩下陆安安一个女儿。可1年后，陆之薇竟然回来了。他亲眼看到陆之薇死去的，他连尸体都没有了，怎么可能复活？这个陆之薇一定是假的，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陆安安克制着心中的恐惧，指甲刺进掌心里的疼痛让他冷静了许多。既然是假的，那一定会有破绽，只要他找出来，这个假的陆之薇就会不攻自破了。姐姐，妈妈呢？陆安安悠悠转醒，苍白着一张脸轻声问。我一脸玩味地看着他，这是要扮猪吃老虎呢？刚刚是谁一脸恐惧又一脸愤恨的？不过他想玩，我不介意先陪他玩一玩。妈妈累了，我让她先去休息，我正好留下来，好好和你培养下姐妹感情。我贴心地帮她拉一拉被子，手背从她下巴上轻轻划过，感受到她身体一瞬间的僵硬。不好意思，是不是冰到你了？我似笑非笑地搓一搓手，看着她小鹿般雾蒙蒙的眼睛。1年前淋了场大雨之后，身体就一直不太好。大夏天我的手也这么冰呢。妹妹以后要注意点，下雨的时候尽量别出门。她的瞳孔一瞬间放大，声音里的颤抖藏也藏不住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上前一步，微微弯腰，
几乎要贴在他的脸上，俯视他。我是谁？我是陆之薇呀，是陆家真正的千金啊。走廊传来脚步声，我的脸压得更低了些，在他耳边轻笑了一声：陆安安，你不会忘记我了吧？贾千金。啊！他惊惧地大叫了一声，挥舞着手，一巴掌就要打在我的脸上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狠狠地抽了过去，然后背对着门口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腕，假装着急地摇晃。安安，安安，你怎么了？快点醒过来！陆安安盯着我的眼神又恐惧又愤恨，他拼命地挣扎着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根本不是陆之薇，你到底是谁？微微，你在做什么？身后传来陆夫人的斥责。我利落地松开陆安安，眼圈红红的扑到陆夫人身上。妈妈，安安做噩梦了，一直醒不过来。我没说完，剩下的留给她自由想象。安安，你怎么了？陆夫人焦急地走到床边。妈妈，她不是陆之薇，她不是。陆安安一把抓住陆夫人的手，语无伦次。陆之薇，陆之薇她怎么了？我站在床边冷冷地问。陆安安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只一瞬间就平静了下来。还真是个有脑子的对手。妈妈。陆安安委屈地捂着自己脸。刚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之薇姐姐变成了双双姐姐，又惹得爸爸妈妈伤心。没想到一醒来，之薇姐姐就打了我一巴掌。双双。果然听了这话，陆夫人的脸色阴沉了些。之薇姐姐，你不知道，前2年警察带来个女孩，非得说自己是陆家的女儿，妈妈好心收留她， DNA 报告还没出来，她就偷了好多东西逃跑了，爸爸妈妈可伤心了。陆安安一脸好心的给我解释。我好笑的看着她眼里的小心思，这是再点我也是假冒的呢。谁不会呢？我酝酿了下情绪，然后一脸受伤地望向陆夫人。妈妈也不相信我。您觉得我也是小偷？我顶着这张与陆夫人8成像的脸，眼泪汪汪又倔强又难过地看着她。明明一看就能认出我是您的女儿。这么多年没有爸爸妈妈我也活着了，你们不想要我就直说，别平白地变着法地冤枉我。微微，你说什么呢？妈妈没这么想，你就是妈妈的亲生女儿。陆夫人忙安慰我，又转头呵斥陆安安一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微微就是你的姐姐，爸爸已经验证过了。是啊，如果不是做了 DNA 检测，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带我上门。妈妈，可能是安安还没有适应，要不然我先回去。虽然我也很想妈妈，我体贴的提议，语气还是说不出的委屈。不用，你就安心在家里住着，让管家叔叔给你安排最好的房间。陆安安的脸更苍白了，陆夫人的话让她呆愣了会儿，随即掀开被子，赤脚跑下床，一脸懊悔地看着我。姐姐，我是不小心的，都怪我做了噩梦。解释完，又一把抱住陆夫人的腰，颤声撒娇，妈妈，我很喜欢姐姐的，我的房间又大，光线又好，我让给姐姐住好不好？我不经意地问。妈妈，安安的房间是我小时候住的那间吗？我好想念我自己的房间啊。让，明明就该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说是让？陆安安看着镜子里柔美的脸庞，上面的红肿已经消了，只能看到一点淤痕。房间已经让给陆之薇了，她自己搬到了较小的房间。此刻她无比清醒，陆之薇的那一巴掌让她知道这个陆之薇不好对付，她必须要尽快解决她，她不能让上一辈子的事情重演。她要在陆之薇绽放光芒之前，先把她按进尘埃里。在此之前，先要确定一件事情。她拿出手机，发了一条短信：凌晨过来接我，100万。凌晨1点，陆安安的手机亮了亮。她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，趁着夜色走出家门，径直走向阴影里的车。车里3人都是熟人，是1年前处理陆之薇尸体的那帮人。1年前，
他重生回来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金来，杀死他。可是凭借他一个人的能力是绝对做不到的。于是他花钱找到了他们，找人、杀人、处理尸体一条龙服务，而且他们能保证尸体不会暴露出去。收费很高，可是备受宠爱的陆小姐不缺这点零花钱。去鱼塘，夜色沉沉，汽车行驶了很久，终于在一个山脚下停下来。几人步行了些时间，才到了目的地。黑漆漆的，平静的池塘水面不知掩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。一方、两方、三方，手电的光晃过十几方池塘，终于停住了。就在这里，换上潜水服的三人下了水，不一会儿就拖出一具拴着铁链的尸骨，铁链的另一头坠着一块巨石。陆安安小心地蹲下，顺手捡起一根树枝，拨弄着尸的头颅。等他看清头骨前面的凹痕和破碎的痕迹，他才松了口气。放心吧，链子上有时间，不会错的。三人中的一人瓮声瓮气地解释，我们做事很专业的。陆安安瞥了一眼三人，看了一眼干干净净的尸骨，又看了眼池塘里扑腾着的肥大的鱼，皱了皱眉头，你们这些鱼怎么处理？三人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又古怪地笑了笑。陆小姐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陆安安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一阵寒意直冲头顶。胃一酸，他控制不住地蹲在地上呕了起来。三人拖着尸骨又下了水，动作熟练，不知已经操作了多少次了。一方一方的池塘像一座座囚笼，不知禁锢了多少孤魂野鬼。回去的路上，陆安安很沉默，他很确定陆之威是假的了。真正的陆之威只剩下骨架了，就算魂魄回来也不可能重塑身体，只是脸可以假冒，现在的整容技术炉火纯青，完全可以整成一模一样的脸。可是 DNA 报告呢？总不能作假吧？除非陆之威背地里找了人，只要在结果上作假就可以了。陆安安心里一亮，陆之威的尸体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他现在只需要静静等着，等着假的陆之威露出破绽就可以了。他不信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他抓不住陆之威的错处。妹妹这是去哪里了？陆安安刚走进漆黑的客厅，就被坐在沙发上的人引吓了一跳。陆之威悠悠地看着他，冷冷的嗓音特别瘆人，尤其是他刚刚见过真正的陆之威的尸体，冷不丁的就被这句话吓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去见了一位老朋友而已。陆安安忙打开客厅的灯，姐姐怎么还不睡？这就睡了。陆之威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起身上楼，拍拍衣服吧，别把孤魂野鬼带回家。陆安安又害怕地哆嗦了两下。陆安安开门的声音很轻，我还是听到了。我躲在窗帘后面，看着他穿过花园，直接走到了门口。没有开车，说明外面有人接应他。我悄悄打开他的门闪进去，把隐形摄像头偷偷安装上，然后下楼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着他回来。4个小时后他回来了，整个人看起来心情不错的样子。果然如我所料，他今晚的出行一定是去确定了什么。我心中一凛，难道他？看来要适当的逼一逼他了，一定要尽快给他一个把柄才好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客厅里的笑声吵醒的。我披上一件睡衣，伸了个懒腰，起了床。打开门的时候，正碰上管家伯伯李叔，有客人来了。李叔忙站好低头，小姐，是安安小姐的未婚夫来了。何晏少爷是何家的二公子。何晏来了，真是一打哈欠就有人送枕头，他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知道了，李叔，你先去忙吧。说完，我堪堪系了下睡衣腰带，就向楼下走去。何晏，何家的二公子，何家重点培养的继承人，也是陆安安的未婚夫。在我调查到的资料里，他管理企业手段毒辣，手腕强硬，在私生活中他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
他喜好的一直是明艳大方的美人，像陆安安这样的小家碧玉，怎么能入得了他的眼呢？商人重利，他看上的也许只是陆安安陆家大小姐的身份罢了。如果陆安安没有这层身份了呢？我就穿着睡衣，大大方方地走下楼，冲着两人打了个招呼：“两位早。”然后随意地倚靠着沙发坐了下来。何燕双眼一亮，目光从我睡衣下又长又白腿爬到我素白的脸上。旁边的陆安安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脸色就变了。何燕目光灼灼地看过来，伸出手，听说陆伯父家丢失的女儿找回来了。陆小姐果然像伯母一样优雅大方。谢谢。我微微笑着点头感谢，目光转到陆安安的脸上，妹妹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？是不是昨晚回来太晚，没有睡好？陆安安勉强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往何燕身边挪了挪，挽住了那人的胳膊。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看似不经意地说道：“何少，听妈妈说，何家和陆家的联姻是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就定下的。”我停顿了下，目光在两人的脸上流连了一圈。你说我这回来了，你到底是该娶我还是娶妹妹？何燕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，陆安安气得满脸通红，眼看着就要爆了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你们有10几年的感情呢，我想嫁，何少也不会娶，对不对？何燕没有回答，但她此时的沉默是对陆安安最大的羞辱。陆安安气红了眼，我偏偏又站起来，雪白的大腿再次吸引了何燕的注意力。我就这么在两人眼前晃呀晃呀地走上了楼梯，不经意回头时，陆安安正盯着我的腿愣神。鱼儿上钩了。傍晚时分，我是被李叔请下楼的。陆先生、陆太太、陆安安坐在沙发上，甚至连早上刚见过的何燕也在。陆家三人脸色阴沉又严肃，只是陆安安眼里的窃喜都快藏不住了。爸爸妈妈，大家都在呀。我疑惑地问：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把腿露出来。陆先生面无表情地盯着我，我一脸迷茫，看向离我最近的陆太太。妈妈，这是要做什么？陆太太冷漠的神情有一瞬间的松动，接着又恢复了冷漠。安安，你去帮他。陆安安胜券在握，走上前，一下子拉起我的裙角，一双完美的光滑细嫩的腿暴露在几人眼中。爸爸妈妈，我说的不错吧？这个陆之威就是假的。陆安安的语气中掩饰不住的兴奋。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真正的陆之威腿上有一块烫伤。我看了一眼失望的陆氏夫妇和看笑话的何燕，低下头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倔强地忍住要掉落的眼泪，伤心地看向陆安安：你一定要赶我走吗？又失望地望向陆先生：是你带我回来的，是你主动认我的，怎么又不信我了呢？我知道你们在找什么。我低下头，伸手在左大腿侧面揭下一片薄薄的贴膜，一个丑陋的伤疤出现在我的腿上。陆太太激动起来，陆安安一脸不可思议。我在众人看不到的角度冲她挑衅地笑了一下，又转过身继续演。我隐隐记得这个伤疤是小时候烫伤的，小时候每次看到这个伤疤，妈妈哭得都特别伤心。我怕妈妈难过，特意找个人做了这个疤痕贴，没想到竟然成了你们怀疑我的理由。豆大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微微，爸爸妈妈也是着急。陆氏夫妇忙上前拉着我的手解释：爸爸妈妈，我相信你们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可是陆安安，我不想再忍让他了。我一直想着他是爸爸妈妈养大的，我同意他留下来，可是他一再怀疑我。这个家里只能留下一个女儿，爸爸妈妈，你们选吧。我把选择权抛给他们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陆安安发疯了，从看到我伤疤的那一刻，他就红了眼。一听到我要赶他出去，他就扑了上来：你个贱人！
你才不是真正的陆志威，你才不是，就算你有这个把，你也不是陆志威。我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，使劲扯得他抬起头，敢不敢跟我赌？重新做亲子鉴定，你赢了，我走；你输了，给我滚出陆家。我猜他敢跟我赌，毕竟在他的心里，他的筹码比我的大多了。果然，比就比。他咬牙切齿地回答。亲子鉴定在陆家自己的医院做，我们一行人谁都不可以离开。加急。我站在窗口喘口气，陆安安得意地像防贼一样看着我，生怕我做了什么手脚。陆小姐真是天生的演员。不知什么时候何燕站在了我身边。刚刚那场闹剧，何燕一言未发，老神在地像是在看一场戏。我就知道她看出来了。怎么，何少是心疼自己的未婚妻了？既然看出我是在做戏，他也一定能猜到结果。他轻笑了一声，我的未婚妻难道不是陆家大小姐吗？你说我能不能娶到她？我没再理他，看着窗外悠悠的白云。我想，你这辈子都娶不到她了。结果很快出来了 ，DNA 显示我是陆家的亲生女儿。我平静地看着陆安安从不可思议的颤抖到歇斯底里的怒吼，看着陆夫人对陆安安露出失望透顶的眼神。我知道，我马上就要赢了。我确实不是陆志威。不对，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金来。我们的相识很简单，血癌病重的我晕倒在他面前，他送我到了医院，好心的做了骨髓穿刺检测。缘分就是这么奇妙，我们的 DNA 如此吻合，他毫不犹豫地帮我做了定向骨髓移植。我活了下来。休养3个月后，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他回陆家的消息。那天我提着礼物在停车场等到了他，他见到我愣了一瞬，也许在他心里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吧。接着明朗地笑起来，原来你健康的样子这么好看。我羞赧低头，他拿走了我准备的礼物，像大姐姐一样摸着我的头，不必太感谢我，感谢你自己吧。医生说你一直在坚持，你要感谢你自己坚持到遇到我。他开玩笑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，好好生活哦。我听他的话，好好休养自己的身体，时刻关注着他的消息。像陆氏这种大企业，盘根错节，一个半途而归的女儿有多难，不用想象就能知道。我努力精进着自己的专业知识，我庆幸自己所学的专业是陆氏所需要的，有朝一日也许可以站在他身边帮一帮他。可是还没等我准备好，就收到了他意外死亡的消息。他怎么会死？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啊！我日夜难过。在这个世上，我早已没有了亲人。之前缠绵病榻的时候，一直苦苦挣扎，无非是强弩之末的倔强。他就活了我的心里多了向往，想站到他身边去，想像他一样可以帮助别人。他死了，我的灯好像也灭了，我的身体也日渐枯萎了下去。血癌复发了，来势汹汹，只是几个回合，我就死在了病床上。没想到我还能回来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睛，我依然是躺在病床上。我回到了刚刚做完骨髓移植手术的时候，我看着窗外的阳光，想着一切都来得及。这一次，我一定早早地赖上他，站在他身边，挡在他身前，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他。可是，一切都破碎了，他消失了。这一世，没有他回归陆氏的消息。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。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是办理出院手术的那天。我查找到了那天的监控录像。办理出院的柜台前，他亲切地和一个女孩交谈着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站立起来。那个女孩我认识，上一世我无数次的在电视上见过，她就站在陆之威的身边，巧笑嫣然。是陆安安。一切都不对劲。
上一世陆之威回到陆家，是陆之威自己找上门的。在此之前，陆安安绝对不会知道金来就是陆之威。可他现在出现了，金来是跟他一起走的。我又查看了医院停车场的监控，他们上的那辆车里赫然坐着3个男人。从此之后，再也没有了金来的消息。直觉告诉我，金来的消失与陆安安脱不了关系。这一世我是为了金来而来，我一定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后来我出了国，变成了金来的样子。回来后，我入职了陆氏的合作公司，加入了2家公司的合作项目。当我抱着文件出现在陆先生面前，看到他眼睛一亮的时候，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。陆安安被我赶出了陆家。我作为陆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入职陆氏管理层，新闻媒体大肆报道，一时风光无限，一切仿佛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。最近回家总是见不到陆太太。李叔，妈妈最近好像很忙，你知道她最近在忙什么吗？我窝在沙发上，翻着一本书，随意问。小姐，太太最近就和要好的朋友打打牌。李叔恭敬地回答。我没错过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尴尬。我不说话，只盯着他的眼睛。李叔可能觉得瞒不过我，小姐，太太最近支用了一大笔钱，这笔钱好像是给安安小姐应急用的。应急？她有什么急的？她唯一急的也许就是除掉我了吧。何燕这家伙最近出现的太勤了些。他拎着饭盒旁若无人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头疼地揉了揉眉心。何少今天不忙，再忙也要来照看未婚妻啊。他嘴贫地回着话，小心地把饭菜摆到茶几上。你刚回来，怕你累坏了。送上门的饭菜不吃是傻子，正好饿了。菜色不错，我捧着饭碗吃得津津有味。不一会儿，小份的饭菜就被扫荡个精光。味道不错，谢谢。何燕看着我笑了一声，你这吃饭的架势和你这张脸一点儿也不配。我白了他一眼，靠在沙发上消化神儿。微微，陆安安最近不太消停，你要小心点儿。何燕一下子严肃起来，她那个小姑娘，表面上看着柔柔弱弱的，其实黑心的很。小时候她可是亲眼见过陆安安溺死了自己的小猫，原因就是她想要另一只花色的。我嗯了一声，摸了摸手上的戒指。又一次加班到深夜，原本想着在办公室凑合一晚上，可想到一早就要用到的那份重要材料，我不得不抓起了车钥匙。街上的车已经寥寥无几，路过分岔口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拐进了旁边地小道。这条小道可以节省近20分钟的时间，可很少有人走。小道路面坎坷，很是颠簸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条路没有监控，要是真出现了意外，连个证明的录像也没有。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车灯隐隐约约地照着前方蜿蜒的小道。我心里也一阵忐忑，渐渐放慢速度，谁知一个看不清，砰的一声撞到了前面不知什么东西上，安全气囊弹开，撞得我头晕眼花。等我清醒过来，才看到前面停着的是一辆车，车屁股已经报废了。陆安安正站在我的车门外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车里的我。黑漆漆的夜色衬着他阴冷的眼神，格外让人心寒。该来的终于来了。我整理了一下头发，转了转手上的戒指，拉开车门走了出去。安安妹妹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不对，你已经不是陆家的女儿了，也不是我的妹妹了。我嘲讽地看着她，不过你是太想我了吗？才弄这么一出，把我堵在路上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一脸无辜，我是陆之威呀。你不是他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他执拗地问，眼神开始逐渐疯狂。呵，我笑了一声，上前一步，毫不示弱地面对着他，冷冷地说，我就是陆之威，是陆家的女儿，是陆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
而你只是陆家收养的善妒的、毫无感恩之心的养女。我一步步上前，逼迫他，你以为陆氏的一切都是你的？你想得太美了，我回来了，爸妈是我的，公司是我的，何燕也是我的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陆之薇的。陆之薇，陆之薇，他咬牙切齿地念叨着这个名字，神情越来越癫狂。没有陆之薇，根本没有陆之薇了，他早就被我杀死了，他的尸体早就被我喂鱼了。我脑中的那根弦断了，虽然早已有所预料，可真的从陆安安嘴里听到的时候，我的心脏还是像被人打了一拳，疼得我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。没想到死了一个陆之薇，又来了一个陆之薇，是我傻了，一直想要揭穿你的假身份。你是谁有什么重要的呢？我能除掉一个陆之薇，就能除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谁也不能挡我的路。陆安安诡异一笑，我意识到了什么，回头一看，我的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3个男人，我被他们绑到了车上。陆安安，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你们知不知道杀人是犯法的？我拼命挣扎。陆安安语气冷冷的，你不想知道陆之薇现在在哪里吗？你假扮了正主这么久，不就是想查到他的下落？我一下子冷静了下来，谜底终于要解开了。路上走了很久，车停在了一座山脚下，我被他们拖出来，拖拽着往前走。走过一方方的泥塘，刺鼻的腥臭味让我差点呕出来，心中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终于他们止步了，陆安安把我推倒在池塘边，抓着我的头发，强迫我的脸面对着池塘水面。陆之薇就在这池塘底下。他踩了踩脚下的泥土，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打碎了他的头盖骨，看着他眼睁睁的断气，然后把他沉到池塘下的。我目眦欲裂，金来呀，那么善良美好的女孩，陆安安竟然把她放到腥臭的池塘底，日夜在这水中腐烂，不见天日。陆安安，你怎么敢？我嗓子里呕出一股血腥味。我预料到金来已经遭遇不测，没想到真相让人更加难以接受。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在世为人，绝不允许失败，谁也不能挡我的路。说着，他阴森森地捡起一块石头。陆之薇已经死了，只要你死了，我还是陆家的好女儿。我闭上眼睛，任眼泪落下，嘴角抿出一抹苦笑。陆安安，你回不去了。伴随着我的话语，隐藏着的警察一拥而上，控制住了4个人。人群后走出跌跌撞撞的陆氏夫妇，对着池塘痛哭流涕，何燕陪在身旁安抚着他们。一位女警上前帮我解开绳子，我转了转手上的戒指。是的，我早就报了警，我手上的这枚戒指并不是普通的戒指，是我找人重金打造的，它能连通我的手机，能通信，能定位。在我下车要面对陆安安的那一刻，我就拨打了警局电话，顺便连接了陆氏夫妇与何燕的通话。也就是说，我和陆安安说的每一句话，他们都能听得到。陆之薇终于重见天日。陆太太在见到他尸骨的那一刻哭晕了过去。陆先生倚靠着何燕无力地站着。我找到了真相，找到了害死金来的凶手，是我离开的时候了。1个月后，何燕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在海边晒太阳，她瘦了好些，人也黑了点儿。何少今天不忙？他轻轻地坐到我身边。忙啊，不过来看未婚妻的时间还是有的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又来取笑我。你还好吗？他低垂着头堆沙堡，捧着沙子的手颤抖得厉害。我一下子红了眼圈，努力让自己笑起来。还好，我不害怕。血癌复发，我早有预料，毕竟上一世的最后也复发了。我只是庆幸，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找到了金来，这是我终活一世唯一的愿望。有些凉了，你能推我回去吗？我转了转轮椅，在沙滩上有些艰难。他深吸一口气站起来。好啊，
很乐意为我的未婚妻效劳。海风轻轻吹过，这样慢悠悠的日子，我好喜欢啊。何燕，你是一个好人。我的意识有些不清楚了。未婚妻，我还不知道你真正的名字呢。江一简，我的名字是江一简。多好的名字啊！下辈子一定要有更好的一生啊！